朋友们，你知道一个好端端的人，他的精神是怎么出问题的吗？你有没有亲眼见过有强迫症、焦虑症、恐惧症、成瘾症的人呢？这些呢，在中医被称为情志病，在西医被称为神经症。他们虽然名字不同，但只是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而已。他们的不同表现，只是每一个人在各自的认知和能力下的自救方案而已。那一个好端端的人，他为什么就得了这些精神疾病呢？其实这是由3股力量共同作用导致的，它们分别是集体共业、家族业力和个人业力。集体共业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，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竞争的社会以及环境对你的反作用力。共业呢，取决于共同的行为，或者说相似的行为，或者特定环境中多数人的行为，或者时间积累而成的业力行为。最简单的解释，例如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方，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空气，面临几乎是一样复杂的状况。当这里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样的遭遇受报，或轻或重，遍及多处。这就是集体共业，它形成了我们所处的一个特定环境。我们可以看一下70、80年前的那一代人的状态是什么呢？虽然比较贫穷，可是最起码他们没有那么多被污染的概念、看法，喝着凉水也仍然觉得很开心。当然生活里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会有恐惧、压抑的那种感觉，可当时没人觉得有压抑感。我们现在去看当时多落后，当时思想多么不开放，认为那是非常不舒服的状态，可当时人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。这就是共业，不同时期、不同文化、不同的政治气候而形成的一个时代状况。现在的共业是什么呢？每个人多多少少会有这样那样的病，甚至很严重的病。病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条件具备了，它就会生长；条件没有具备，它就会停留。就像大自然一样，条件具备了，大地就会长草；条件不具备就不长。我们这个时代的条件，从反面来说太好了，从正面来说没那么好。我们想要自我调整很难，有太多的元素、共同的看法、共同的思维控制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这么去看，这么去想。如果不这样，社会就会把你当成是疯子。这个人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觉得这是另类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第2个，家族业力。家族业力就是原生家庭带给子女的体验和经历，它呢主要反映在受父母影响的成长经历中，包括代代相传的集体意识、价值观、行为模式、性格特征等，最后转移到子女的身上，成为命运主旋律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和你的另一半是你们家族的第1代，那么你们身上的匮乏，如果在你这一世没有得到很好的修正，就会传递给你的后代。同时，后代在与你们的共同生活中，就要承受你们内在匮乏带来的伤害与烦恼，进而深刻影响到他们的心灵塑造，而产生灵魂匮乏。这样的灵魂匮乏的传承，就是家族业力的延续。你的业力由你的子子孙孙来背负承担，而你又同时背负着你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等老一辈的业力传承，受困于他们的认知缺陷和精神匮乏，重复他们的命运。家族业力说白了，就是一种家族的思想模式，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行为，而一个家族的思想影响着一整个家族的行为。那什么是个人业力呢？就是有生以来你的念头、语言、行动、遭遇在你大脑里面留下的残余和痕迹。这种残余和痕迹呢，会形成自己的模式，然后呢，一直伴随你。
当你积累了大量的印象之后呢，它会慢慢的自发发展，形成各种倾向，使你成为自动化的玩具、旧模式的奴隶、过去的傀儡。我打个比方呢，你就很容易理解了。你整个人呢就像一台电脑，而业力呢就是你无意识为自己写下的旧软件。你采取哪种行动，就会相应的写下那种软件。一旦写下某种软件，你整个系统就会依据它来运作。你的思想感受、理解生命的方式，甚至你的坐姿、站姿以及走路的姿势，都是由过去的印象决定的。很多人最悲哀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业力系统的存在。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、很自主，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操控下形成了某种记忆模式。这种记忆模式呢，会不断的循环再现，让人每天经历的都只是一种循环。可能具体的场景会有所不同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有些女的老是遇到渣男，老是被渣男伤害？为什么有的混混他会不停地打架，不停地去犯罪呢？这其实都是业力系统让他们一再重复相似的场景而已。他们呢，只是被困在业力的旧有模式里面，逃脱不出来。业力给你生命的方方面面都编了码，它刻在你的头脑的记忆里，身体的血液里。即便你人到了暮年，身体不行了，头脑迟钝了，你也不会失去你的业力。这个系统呢，非常的强大，非常的稳定，也非常的高效。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，通常你会说我天性如此。这其实不是你的天性，你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，而是这些业力形成的倾向强迫你做的。业力呢，就是你无意识为自己写下的软件。一旦你的软件成型之后呢，你的一生只能走一条路，你的命运已经定好了。可以说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，这三种力量就决定了你现在的一切，它们共同作用在你身上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局面。这个普遍的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由恐惧、匮乏、自卑、孤独、敌意、嗔恨所构成的强烈的不圆满的体验和感受。这个普遍局面就像一个初始设定一样，它是精神情志问题的核心原点。这个普遍局面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得越深，说明这三股业力在他身上作用的越明显，也就意味着他的不圆满的感受越强烈。这会导致他扭曲自己的身口意，让自己的身口意完全变形，去病态地向外追逐一些东西，比如说爱情、金钱、事业、名声、权力。这些外在的东西可以短暂地修复和填补他内心中的不圆满。由于他身口意的动作变形，他要么会伤害自己，要么会伤害别人。他为了得到一个东西会讨好、牺牲，也会变得恶毒、嗔恨、霸道。由于能力的欠缺和资源的稀缺，他一定会遭遇挫折、失败和打击。一方面是扭曲的身口意动作，另一方面呢，是连续挫败的打击刺激。时间久了，重复的多了，精神疾病问题就来了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业力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说了，这还用问吗？他都把我逼出病来了，能是好东西吗？其实业力本身并不算是坏东西，准确来说，它是不好不坏的。但是请你记住一句话，当你不了解它，被它操控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当你能够了解它、操控它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逆天改命的武器。你要保持对业力的觉知、觉察，在你和它之间呢，形成那么一丁点的空间，让自己呢能够站在业力仓库的外面，通过修行和转念，
让自己的信念系统呢和能量频率调整到一个正向的轨道上来，消融业力的负面影响，挣脱业力对你的掌控。那么最终极的问题来了，怎么去调整到正向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呢？我给你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，你时刻观察自己的念头、语言和行动，看看它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所产生的。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、维护自己、强化自己、保护自己、扩大自己、美化自己，抱怨别人、对抗别人、胜过别人、掌控别人、利用别人，那么这一定是在负向的轨道上，因为这样的信念和能量呢，是建立在分离、恐惧、满足小我、制造冲突和痛苦的基础之上，它们只会增加你的负面压力，不断地拉扯你进入旧模式、旧场景、旧生活、旧状态的循环里。如果是出于良知、出于整体最佳利益、出于友情、出于热爱、出于奉献付出，那么这就是正向的轨道，它会彻底阻断负面业力系统的循环，让你开始崭新的生命旅程。当然，短时间内你想要改变你的业力系统并不容易，你需要不断地去刻意练习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